Observation 1. 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常被引用为市场失灵的典型案例。在这个体系中，医疗费用高昂，保险复杂，且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充分的医疗保障。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关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他们的孩子患有罕见病，但家庭的医疗保险不包括孩子所需的特殊治疗。由于医疗费用昂贵，他们不得不通过网络筹款来支付治疗费用。这一现象反映了市场在分配医疗资源方面的不足，导致许多家庭面临财务危机。Observation 2. 印度的空气污染问题尤为严重，被认为是市场失灵的一个例证。在德里，工业排放和车辆尾气造成的烟雾常年笼罩城市，一位居民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不得不戴着防毒面具，但仍然患上了呼吸道疾病。政府虽然尝试通过法律来控制污染，但执行不力，监管缺失，这揭示了负外部性未被市场所内化，导致公共健康问题日益严重。Observation 3. 巴西的雨林被大量砍伐以供农牧业扩张，这是市场失灵导致的环境问题之一。一个本土农民看着曾经繁茂的森林变成了牧场，他意识到这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是不可逆转的。尽管他依靠新开垦的土地为生，但他的孩子们则失去了欣赏家乡原始美景的机会。这种短视的经济行为忽视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造成了无法估量的长期损失。Observation 4. 中国曾经的房地产市场繁荣背后隐藏着市场失灵的风险。在一个沿海城市，房价在短短几年内翻了数倍，许多投资者疯狂购房以期待更高的回报，但一个普通工人因为高昂的房价而无法在城市中心买到房，被迫长期租住在城郊。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模式最终导致了供给过剩，泡沫破裂，给经济带来了冲击。Observation 5. 欧洲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有效管理碳排放，减少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荷兰一个小镇的故事便反映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该镇周边的工厂排放大量温室气体，而成本却由社区居民和全球气候承担。一次洪水后，居民们开始反思工业化的代价和未被市场正确定价的环境成本。尽管有碳排放交易制度，但由于政策缺陷和执行不力，市场并未有效减少排放。Observation 6. 西班牙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了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在马德里，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的水资源分配，一些地区的居民在夏季经常面临用水限制。有个小镇的故事特别令人心酸，他们的水源几乎被附近的大型农场用于灌溉用光，导致居民们不得不依赖昂贵的水车供水。市场无法解决公共资源的过度开发问题，导致了水资源的不公平分配。Observation 7. 日本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是另一种市场失灵的体现。东京一位年轻创业者希望扩大自己的业务，但发现招不到足够的年轻工人。同时，众多老年人虽然愿意工作，但由于健康或者社会偏见，他们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市场机制未能提供有效的激励和机会，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Observation 8. 澳大利亚是一个富含矿产资源的国家，但同时也面临能源市场失灵的问题。一个昆士兰的小镇，尽管地下蕴藏丰富的煤炭，但居民们支付的电费却是全国最高。这是因为电力市场的垄断和缺乏有效的监管导致了价格的不合理上涨。这个故事凸显了市场结构不完善和监管不力可以如何导致资源丰富的地区仍面临能源获取困难。Observation 9.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越来越严格，造成了信息市场的失灵。在莫斯科，一位自由职业者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访问外国的新闻网站和服务，因为政府限制了互联网的自由流通。这不仅限制了言论自由，也影响了市场信息的有效传递，阻碍了经济创新和增长。 View. 想象一下，一个无形的手，应该是市场经济中最伟大的指挥家，
却突然放下了指挥棒，整个经济乐章开始走调。这就是市场失灵，一场看不见的混乱。但它并非一场简单的失误，而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想要了解这背后的情况，我们首先得知道，市场失灵并非虚无缥缈的概念，它具体而微，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从公共品的供应不足到外部效应未被市场价格反映，从垄断企业的价格操纵到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消费者困扰，这些都是市场失灵的典型案例。而政府这个经济舞台上的另一位关键角色，时常需要介入纠正市场的错误，但政府的干预并非万能，有时甚至会加剧问题。这就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双刃剑。历史上，不同国家采用了各种手段来应对市场失灵，但效果各异。例如，美国在20世纪初期面对垄断问题时，通过实施反垄断法来恢复市场的竞争；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政府不得不介入金融市场，防止经济系统的全面崩溃。这些介入措施都是对市场失灵的直接回应。市场失灵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相：市场并不完美，有时甚至需要外力来纠正它的偏差。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市场失灵呢？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不公和效率的下降？在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经济学，更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福祉。通过具体的事件和故事，我们将一步步揭开市场失灵这一经济现象背后的面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个经济谜团，感受其中的教训与启示。市场失灵的实例不胜枚举，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揭示了市场机制的不足。拿环境污染来说，企业的污染行为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但成本却往往不由污染者承担。这种外部性问题，如果不通过政府的干预来纠正，市场自身是无法解决的。另一个例子是公共品，如灯塔或国防服务，它们为所有人提供利益，但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有效提供，因为个体没有足够的激励去支付这些服务的费用。然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是充满挑战。以日本在1990年代所经历的失落的10年为例，政府在面对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时，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政策。尽管有些措施在短期内取得了效果，但也有批评声音指出，过度干预可能抑制了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延长了经济的低迷期。故事化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更加贴近这些经济现象。想象一下，一个小镇的居民因为附近工厂的污染而患病，他们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这时，政府介入，制定了环保法规，要求工厂减排。工厂最初抵制这些改变，因为它们意味着成本的增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洁技术的进步不仅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还为工厂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市场失灵的故事告诉我们，市场和政府都有他们各自的角色和局限性。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如何试图通过政策来纠正市场的失误，以及这些政策可能带来的预期效果和意外后果。无论是美国的反垄断法，还是日本的经济刺激政策，他们都展示了国家在面对市场失灵时的不同应对策略。结论性的，市场失灵是一个跨学科的议题，它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通过对市场失灵的探索，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经济运行的复杂性，还能对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和有效的社会有所启发。这正是我们需要深入讨论和理解市场失灵这一概念的原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看似遥远的政策决定，实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那么，你准备好了吗？去探索市场失灵带来的深刻启示，并参与到这场经济谜题的解读中来。在进一步分析政策如何应对市场失灵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实施相关政策前的典型经济情况。以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举措为例，这场危机几乎让全球经济陷入瘫痪，中国也不例外。
面对出口大幅下降和内需不足的双重压力，中国的工业增长放缓，大量企业面临倒闭，失业率上升，民众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政府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政策是在2008年底推出的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这一巨额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项目、生态环保和技术创新等领域。政府希望通过这样的财政刺激，能够拉动内需，促进就业，从而稳定经济增长。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尤为关键，它不仅能够短期内创造大量工作岗位，满足民众的就业需求，还能够为中国的长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比如高速铁路的大力发展，不仅缩短了地区间的时空距离，还极大地促进了旅游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此外，投资于生态环保项目，比如治理污染和植树造林，不仅提升了环境质量，也带动了绿色经济的发展。然而，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并非没有争议。一些经济学家担忧，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可能会导致政府债务的积累和资源的浪费。有观点认为，部分投资项目的回报不明显，可能形成未来的债务风险。但也有人认为，在经济遭遇重大衰退风险时，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以避免经济陷入更严重的衰退。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面对市场失灵，政府的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权衡过程。它不仅需要考虑经济的短期稳定，还要预判长期的发展趋势和潜在的副作用。中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政策回应，无疑为全球提供了一个应对市场失灵的案例分析。Analyze. 市场失灵指的是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地分配资源，导致资源配置不佳、经济效率降低的现象。这种情形下，市场无法产生最优的生产和消费决策，进而影响社会福利的整体水平。市场失灵的利弊对社会发展和普通人的生活均有深远影响。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市场失灵的存在促使政府介入经济活动，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来纠正市场缺陷。例如，政府可实施环境保护法规，以对抗因市场忽视的负外部性所导致的环境污染。这种干预有助于实现更加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然而，市场失灵也可能导致不利的后果。资源的低效配置会使得社会的整体生产力下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可能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最终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例如，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如教育和医疗服务，可能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对于普通人来说，市场失灵可能意味着他们在市场中无法获得合理价格的商品和服务。在健康保障、住房安全等方面，如果市场无法提供有效的供给，普通民众可能会遭受高昂的成本或者服务的不可获得。此外，市场失灵还可能导致一些人利用市场缺陷谋取私利，加剧社会的不公。总的来说，市场失灵既是政府介入经济的理由，也是需要政府智慧和力量去解决的问题。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找到平衡点，以确保社会的整体福祉和普通人生活的稳定与进步。